八英老爷在吗？毕八英，这位先生客气了，有什么见教？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，我就是本地茶商，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，希望您看看。山不转水转呐，啊！不怕告诉你，古大，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的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。我现在送你一句话：俩山叠一块儿，你给我出去！还敢跟茶商会作对？哼！古先生在吗？我要茶了。靳大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靳大奶奶，您就是靳大奶奶。二兄弟吧？那日不巧，我去了大同分号，说是二兄弟来过，饭没捞着吃，茶也没捞着喝的，我这不落忍劲儿的，赶紧来赔个不是，对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靳大奶，里边请。哎，娘啊，娘，这是我山西的朋友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祝老太太身体安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。老太太，我扶您进屋说话去。哎，我们当家还那老几位问你好呢，带来礼物啊，我也都捎来了，赶紧过来。是，大奶奶，大奶奶。哎哥，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啊？把箱子打开自己瞧。大奶奶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。古兄弟，在外面那点野性子，回到家都收起来了，看你还真新鲜。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！哎呀，那都是假的。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？又回老太太话，古兄弟啊，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，山西3000家票号，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，自当人人遵命。话说我来晚了一日，应该向会手赔罪。哎呀，不用这些礼节。娘啊，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。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。客人远道来，你们要好生招待啊！乡下人礼数不周，请大奶奶别见怪。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，您老先坐着啊。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，以后就没有会手这一说了，您就别开我玩笑了。古兄弟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，真正是大英雄啊！那些得罪你的人啊，全是瞎子。哎，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，谁都可以得罪我。倒是大奶奶您，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，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。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以我们的交情，古兄弟啊，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。当家的身子弱，不方便出门。我若不亲自跑一趟，那是断不能放心的。怕你用的不方便，全部换成了京城4大行的银票，1万两一张，一共有20张，现银兑付，不知道够不够使？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。用不了就存着呀。我当家的说了，难得古兄弟能开口，我们可是太高兴了。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古兄弟的道，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？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，路子有的是。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，跟村里的人赌口气，我也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。不管怎样，在这里谢过靳大奶奶了。行，听你吩咐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商场如战场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这么快啊？不留下吃口饭吗？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？听说合肥就要克复了，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。古兄弟，你有你的生意经，我也有我的生意经。古兄弟，少送。不让须眉，自当如此。下边小心啊！
跟你们说，这所有的茶呀，都按照等级分开放好。这仓库不够用了呢，我们可以再租。我哥说了，只要是来送茶的，只要是头等，都按照比茶商会高一层的价格收下来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茶租好了，您看看去吧，看看去。看看，觉得怎么样？哥，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，那没有个人参加的，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。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，行不行啊？这天下事都得豁出去干。怎么，没有他们，我们就没路走了？那不是有规矩吗？规矩，规矩都是他们定的，只对他们有利。我还有我的规矩。不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这蓝雪茶，我也得争口气。这样好的宝贝，落在世间无人爱惜，岂不冤死？哦，对了，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。吃了午饭，咱们动身去京城。真的啊？商场如战场，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，耽误一刻，我要你脑袋。哥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？来一口。我不喝，我都困死了。就快过山东境了。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，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，在家里好好服侍老娘，可没有想到，还是要四处漂泊，这可能就是命了。哎呀，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。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。这以后成了亲，老婆孩子一大屋的，倒没那闲工夫了。四处跑，也有四处跑得好。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？那里的星星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，很亮，很美。哥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这回出门前，娘跟我说，就当跟你见见世面，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，主要是平安。你也是，就当散散心，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一梅她是个人，又不是个物件，她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她的自由，连她爹都做不了她的主。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在里面疼，半夜酒醒，推枕而起，感觉心口憋得慌，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。哥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，你怎么了？酒喝多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。我看书里写，读书人在送行时都会写诗互赠。我不会写诗，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无悔。
忽有故人，心上国。似贫似小，两茫然。闺女，这趟跑山东满意吧？我又接了一趟去江西婺源的活儿，那边我陆领导的朋友多，风景又好，咱们再好好去玩玩。能不去吗？我想让你歇2天，这显得我多不孝呀。你倒说起我来了，那你倒是开心点儿啊！凡事啊，要拿得起放得下。哎呀！这是爱回来的顾平原老爷吧？你是？我是金大奶奶的伙计，我姓崔，你叫我崔祖师就行。原来是恒昌号的朋友，辛苦了，小心卸货。哎，伙计们卸货小心点啊！顾老爷请，二爷请。往前啊！来。哥，你这北京朋友还不少啊。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，我是披枷带锁被人押着走的。要不是万不得已，这辈子都不想来。顾老爷请。就这马车。苏小姐，怎么跑京师来了？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，我过来讨杯茶喝，成不成？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，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，验明正身在先。万闯者，重刑。完了，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，他不来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糟了，这回。谁关门啊？谁关门？谁呀？放我出去！谁关门啊？少爷，就今儿一天，老爷下的死命令。说您出去走半步路，那就是断头路。您哪儿断什么头路？你敢？人都认好了，给我开门！你别愣着，你想想办法呀。这么大的王府，不可能只有一个门，咱们再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。往那边走。给我。公公康健啊！请。
让财神爷给我作揖，咱家的面子可不小啊！公公红光满面，我看呐，您是修道有成，这要得道成仙呐！哪儿啊？咱家修道都是为了多活几年，好伺候王爷。是，您得着。哎，堵个门，快！猴崽子，抢什么抢？赶着投胎呀！干什么你？这摔了你可赔不起！去，好大的口气！放着骆驼不吹牛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哎，你摔着了吗你？让人家先走，你们先。你怀里边抱的什么呀？那么金贵。说出来怕吓着你。那你吓我一下，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我们家种的蓝雪茶，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。万茶大会的魁首。行，胡吹大气！这万茶大会刚开，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？没摇牌。这浑人倒也有趣，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。我倒想尝尝这茶，蓝雪茶。这名儿倒不错。跟我吵架这是男的女的？他们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？不男不女。我看到像个公公。啊？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。走。恭亲王，醇亲王到。奴才给王爷请安，给王爷请安。王爷，各省的茶商会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请王爷的事。王爷说了，从安徽茶商会开始。承让了，承让了，承让了。站住！兵爷，我们是参加万茶大会的，你拦着我们，那真耽误了事，你担待不起。你们进得了大门，知道怎么进二门吗？兵爷，我们是乡下人，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，如何进这二门，还请点拨一二。进二门的门包，5000两。5000两。你们两个1万两，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，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，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，我才能放行。明白。怎么办啊，哥？这1万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，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嘛。此茶只在黄山南路一带种植，山高谷幼，枝深叶茂。这茶一枝一芽，一经炒制，如银龙入宫。老七，你看看，这安徽茶商还有个唱戏的。哎，六哥，你这糊弄谁呢？你没听说过啊？拿这绿叶子直接泡茶，这我懂啊，这得炒，还得杀青啊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这安徽茶商千里迢迢把这么大茶树运到京城来，用了不少心思，你就瞧好吧你。这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头回这么喝。哎，
之后别的茶还怎么喝呀？啊？别着，哎，小的是湖泊茶商会的，本部5.5，走人，走。走，又走，谢谢啊。安徽茶商会为王爷献上上好的屯溪银毫。来了，尝尝啊，现炒的。二位王爷，这是安徽茶商会进献的屯溪银毫。嘿，六哥，哎，光这功夫啊，值个魁首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有的是人孝敬咱们，咱不用活。哎，这千里迢迢的来，连个万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。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，我回去也有的吹啊。哎，嘿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不是要拿魁首吗？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？我们进去一看，里边的人都不识货，不知道，我们就出来了。吹吧你就，让人轰出来了吧？小安子，过来过来，我们家主子想尝尝你们家蓝雪茶，成不成啊？来了。可，那个人说这是他们，别说了，少废话。四川茶商会奉上5枚绿茶，请王爷品鉴。四川茶商会奉茶。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，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？你这人忒也无礼，哪个是你奶奶？您落落大方，一身贵气，旁边还跟着公公，不是福晋那就是格格，怎么样也是一个在齐的大奶奶。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？聪明，那就请吧。哎，咱们的家伙事儿拿出来。我说二位，带这么多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。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，帮我们借一借来可好啊？哎，别动！小子，干什么？想干嘛？先跟大奶奶告罪了。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，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。你这人讲究到多，好，我不动。
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，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。这可都是好东西啊！京师李家敬献窖藏金丝龙团。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，他是万茶大会，咱们只喝一种。您喝的是魁首，六爷哪能跟您比呀？这是京师李家敬献的金丝龙团。这也蒙不了我，这是宫里的玩意儿。这茶可是李万堂供奉给御前的。真是奇了。大奶奶，怎么样？每年安徽都有贡茶，怎么没有这等好茶？问一问，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？您问别人都没用，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。为何呀？这些年两军交战，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。茶园里之前种的，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，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，它改了地脉，变了土质，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。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，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。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练手，用的都是松针。那久而久之，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，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。只是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。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，二门需要5000两，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。那想要夺得魁首，得花多少银子？这银子从哪里出呢？这些年一直打仗，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，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？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，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，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，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。所以，我才说可惜了。这话你可记下了，回去替我写出来，好让六爷知道。大奶奶，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牢骚的话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。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，怎么不读书了？实不相瞒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之前读过。母亲安排我们来侍奉茶水。惹了什么祸？宣华科场
犯了朝廷忌讳。福晋差人过来送茶，老六媳妇儿送来的，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？那不能，咱们没跟六爷说，他上哪儿知道去？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，派人过来伺候便是。你放心，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，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。六爷这么威风，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。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，不是做客的规矩。不能喝。这茶怎的？忒也无礼，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？不是，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。我们回去吧。这桶茶送我了。哦，正是如此。怎么了，哥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，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谁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确定。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，我心里就发慌。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。所以我刚才拦着呢，没让人喝。一天到晚疯疯癫癫。咱回家。哎，收。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什么事啊？刚刚在花园看到，什么？你看真的吗？真的千真万确啊！你看这茶汤，嘿，哎呦，王爷，王爷，上皇太后来了！王爷，你，这真的，小四说看得真真的，就是西边那位。哎呦，来人呐！王爷，奴才来了。人呢？王爷，奴才刚问过了，说人已经走了。他在这干嘛了？有人说看他见了2个年轻人，煮了一锅茶，喝完便走了。年轻人啊？不是，您别看我，这是您宅子。查查是谁？这，赶紧把衣服给我备了，我要进宫面上。王爷，那万茶大会，等会儿，刘干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奴才听说太后刚刚去了奴才府上，奴才竟然没有接驾，死罪。我呀是好热闹，想远远的去瞧瞧，这茶也喝过了，热闹也瞧了。我是特意不让人告诉你，怕扰了你的正事儿，何罪之有？总之是奴才侍奉太后不够用心。这个万茶大会是奴才和京师的大商人李万堂商议的，因为这些年江南之乱，南北隔绝，
京城的茶贵如黄金，好不容易军事上有点起色，又修缮了运河，奴才就想着把南方的茶商都联络起来，到京城热闹一下，买卖能正常的做，好歹让商人们恢复点活力，朝廷的税务也有进项，这茶农的日子也好过一些。六爷可真是老成谋国呀！这万茶大会热闹也热闹了，于国于民都有好处，六爷真是贤王啊！不敢，不敢。可惜呀，你们家这门包太贵，大门要3000两，二门要5000两，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就回来了，不知道这天下第一茶给了谁？太后恕罪，这些事情奴才一概不知。回去，奴才就把这些门的门房给打杀了。我这屋里供着菩萨呢，什么杀呀砍呢，可不要说出口。把咱们在六爷府上喝到的好茶，给他们兄弟俩都泡上一杯。这茶我喝着倒也不错，可惜人家和我一样，掏不起这门包钱，白白的错过喽。这。谢太后赏。哎呦，不是，我就纳了闷儿，我说你说这茶叶它从哪儿弄来的啊？你还没明白吗？啊！天下第一这4个字，就已经把人得罪死了。哎呦！我问你啊，这天下是谁的天下？反正不是你的，不是，也不是我的。哎，哎呦！叫我们来干嘛？这又是视察的吧？各位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年的茶呀，还得仰仗各位辛劳，咱得收茶呀。不是，你说句公道话，这茶园都烧了，我们怎么拿茶给你们呀？就是。再说了，那之前欠的茶钱，那什么时候还啊？还。虎老二，就属你们家种的茶叶最次了啊！要不是二爷我开恩收你的茶，谁还会要啊？还敢跟这管我要钱？滚蛋！今天特来提个醒儿，这战火连天的，要不是咱们侯二爷给你们找到了买家，喝西北风去啊？啊！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如果你们要是损了二爷我的信誉，别说茶钱，毛都没有。走，走。让。正月财戳是新年，2月财戳迎新春，3月财戳桃花红，4月财戳做茶忙，9月财戳菊花红，10月财戳小阳春，11月财戳雪花飘，12月财戳又一
廖师傅，哎，我都睡着了。都馊了。我眼看着二哥呀把饭团放到嘴里，嚼都没嚼就睡着了。哥，你看我多辛苦啊，吃着饭都能睡着。你学不来？我怎么就学不来？拿跑了。哎。上茶青。哎，廖师傅啊，哎，这茶的香味儿好怪啊！怪？怎么怪了？好像有股松针香，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。爹，你看着没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货卖于十家。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。有松枝香啊，一点都不错。哎，我这口铸铁锅，你知道多少年了吗？不知道。大明嘉靖年制。哇，这么老了？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。这锅呀，是越老越好用，就是容易生锈，还容易烫手。要常常用，常常养。这老辈人，怎么养锅，你知道吗？用松针。对，炒松枝啊，一是让年轻人练手艺，二是把松枝里边的油榨出来养锅。这口锅几百年用下来，炒茶自然有那个松木香味儿，细品呢又逮不着，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。再加上我炒茶这火候，这茶喝下去入口清香，回味绵长。行了，爹，你就别老数落在称盘里自夸自。那白老哥，身子骨怎么样啊？啊，好些了。好，等我炒完茶，我去看看他。哎，再拿点茶枪。哎，我去帮忙。快点。我说平原，我跟白老哥呀是一样，就一个闺女。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，我弄死他。我看你家老二啊，人不错，为免一死，要不要做个上门女婿啊？啊？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快点啊！哎。娘啊，好香。您尝尝。你急什么呀？香味还没有闻饱就喝茶，糟践了。老嫂子，您是行家，种了一辈子茶，总算懂了一点。廖先生面前不敢卖弄。果然好。哎，那您说，
它好在哪儿啊？这口茶下去，从唇边到舌尖到喉咙内，处处香味不同。这香味也齐了，有松针的清香，也有一股兰花香。可明明是喝的我们家的银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您猜猜呗。那我看是他们把茶园烧了，土地的火性大。收茶之前，又下了2场雨，清明前的雨水阴气重，明火逢阴水。种茶的人管这个香叫造化香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就是这句话，老嫂子，我老廖是服您了，您是真真的行家呀。这么着，从今往后，我老廖给您家炒茶分文不取。这哪敢啊！哎，廖师傅啊，咱们得此好茶，您给它赐个名字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老廖炒了一辈子茶，哎，这是我一生得意之作。我家呀有一本炒茶的古书，书中道：其香似兰，其毫胜雪，故名兰雪。兰雪这个名字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听。好，兰雪，就它了。好，我去看看白大哥。哎，我陪你啊。走。廖先生，我让老二在村子里边已经打了1遍招呼了，想把今年村子里的茶全给买了。啊？你疯了？就像您说的，这茶香气特殊，非同寻常啊，我觉得是一个好商机。你还会做买卖？没看出来。你知道这些茶，要给谁的吗？我知道啊，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？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，还经常欠着茶农的钱不给。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啊，自己来卖，还给村民们也让他们赚上一批。啊？你自己卖？哎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啊，这茶呀，就像大姑娘一样啊，过了这阵子，它就不值钱了，啊，这做买卖，你说你，我把那10个人打的都叫我爹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想法呀？老二，我让你去收茶引子，你收了多少了？5000斤。5000斤？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？你以为我说笑的？我真的买了。大手笔呀！人不大，野心不小。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。要不要咱们打个赌啊？看看谁能赢？哎妈！爹，我想了想，咱炒茶那些家伙事儿就不带回去了，省得您又给当了，到时候吹牛的本儿都没了。哎，不带回去，那锅谁养啊？您一当半年，也没见您养啊，净搁当铺里生锈。你别总当着外人的面说我不爱听的啊。锅不带回去怎么办？放他家里，明年我们还来炒。郭老二，哎，我跟你说句话，嘿，你这花花肠子，我要是看不出来，我白活。等，你管管你爹啊！住手！这，咱们还得去白先生那儿。哎，我盯着你呢啊！这水费呀是不同的，现在是蟹眼费，就是螃蟹的眼睛。此时这水是7分熟3分生，用来泡旧茶最得力。你看，现在呀是莲花费，从下往上形成一个水柱，是越往上水花越大。此时的温度是9分熟1分生，泡新茶那是恰逢其时。这个水温还能把茶叶的草腥味儿给腾掉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荷叶费了。
10乘10的手。这人老了，这是什么都通了，就是血脉不通。看到世上的事儿啊，也没兴趣了。硬硬朗朗活着还行，要是病病歪歪活着呀，那就没意思。哎，不如早死早拖上。爹，你又胡说八道。哎呀，你去年藏的这个血真是太好了。尝一就多喝，那是一梅藏的，我可干不了那水磨功夫的活。哎呀，这血取得好啊！我还真舍不得用，都用没了，您喝什么呢？喝不了几天了。那倒是。你都喝掉便是。那孩子手巧，年年冬天都在地窖里存几十坛子的血给我煮茶用。以后没有这日子了。哎，这人呐，哪能一辈子喝好茶呀？有好茶咱们就喝，千万别舍不得。没有也别惦记着，你惦记着，啊，就是自找苦吃。这话倒是。我享了10几年女儿的轻福，怎么还贪恋这些？你比我通透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儿。赌徒的眼赛加减，还说没事儿？先生他遭罪。嗨，世上的人谁不遭罪啊？就说皇帝那老儿，他就那么开心？还不是死在了热河，做了异乡之鬼呀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胡说八道，赶紧把你鼻子下面的坑堵上。廖师傅倒说的没错，白先生他的脉象啊，其实都已经绝了，时而能摸到，时而摸不到，全凭一口气在那吊着。我知道，他心里愤恨，有些关他过不去。他嘴上总说着什么都看透了。实则未必。人呐，都执着啊。你想想，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，老子非一刀宰了他不可。看把你能的！这些天，先生偶尔还能说1、2句笑话，但是我清楚，那都是他强撑的。我白家老哥一生行善，不该遭这个罪呀。哎，廖师傅，你这是？我送一送他。你干嘛？哥哥，这杯子旧了，换一个无妨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守着没用。
血。哥哥，一路走好。喝酒去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待我如亲子，教我立身之本。虽然我跟依梅无夫妻缘分，可依然有兄妹之情。今生如果再次遇到她，我一定会尽力护梅子周全。您放心吧。廖师傅，有个事儿我要向您请教。你是读书人，我就是一个烂赌徒、糟老头子，有什么可请教的呢？我不懂为什么杯子一碎，先生就走了呢？你看这人啊，从小到大，慢慢变老，老就老了呗，无非是死了之后，再换一副新的躯壳。念念不忘一个旧杯子凉茶叶，比我这糟老头子还蠢。古平原谨受教。老哥，本来想啊陪你喝一顿，走得太早啊。咱们地府再见。这葫芦酒我留给你。老哥，酒不多，省着喝。古大，古大，开门！古大，古大，开门！古大，古大，古主古，你这是加蛋呢？你把气喘匀了啊，慢慢说啊。
谁呀？把你吓得脸都歪了。侯二爷来了。谁？侯二爷。啊，知道了。他天王老子呀，用得着吓成这样吗？嗯，他可是咱们徽州最大的茶商，那往年都是他收咱们村的茶叶，今年听说你收走了，有点不高兴。哎，就在祠堂歇脚呢，让我过来喊你。他来喊我，你跟他说我没空啊，我还没睡醒呢。哎！啊，你别这样，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，那说出来得吓死你。那你说吓吓我。他可是茶商会的人。什么是茶商会啊？安徽合省有个茶商会，那都是几百年的大茶帮，南来北往的茶叶往漕运的都是他们。这事儿啊，也是咱们村里边人想占你便宜，看你出的价钱高，便卖给你。但是你知道，这是要惹祸的。惹祸？我惹的祸还不够多吗？你去告诉那个侯二是吧？哎，侯二爷啊，你告诉侯二爷，说什么时候等谷大爷吃完了早饭，喝完了茶，才能见他。他要是不服气的话，从哪儿来滚哪儿去。你不能这样，你太年轻了，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啊！我听说过他，不就每次来了以后像皇帝一样打鸡骂狗、挑三拣四的，欠着茶农钱半年不还的，不就是他吗？你告诉他啊，这批茶叶我收定了，我就不惯着他这个臭毛病，让他不服气啊，自己来找我。侯二爷，您猜怎么着？谷大他还没醒呢，您来早了。要不我给您先弄点吃的。哎呀，我这一天跑多少个村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在你这儿等他醒，去把他砸醒了。别介，侯二爷，这些采茶的一天不吃不喝，走路都打晃，您让我砸门，人家不得揍我？哎！哟，二位爷，请了。你喝点什么？你这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喝什么地方的？本地的。本地的，不妨来点银毫，价格不高，香得很呐。都来一些吧。哎，来尝尝这银毫，请。怎么，不好吗？老板，你看我们像没钱的猪吗？为什么不拿店里最好的银毫出来？哎呦，不可能，小瞧二位爷，这银毫啊也是顶级货色。就你这，全是粗梗大叶，上好的金牙一丝没有，这顶级货色。哎呦喂，二位爷，我眼拙了，行家来了。您呐，有所不知啊，今年皇上搞万茶大会，茶商工会把所有的好茶叶都收了上去，说是要运到北京去比一比。什么是万茶大会啊？这个万茶大会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讲的那么热闹，大家伙来就是想问问，咱们茶商会这边有何准备？我们也好闲事啊。对，那不过是个噱头。新帝登基，尤其是江南那几个省刚刚光复，运河也疏通了，啊，皇上呢是有个想法，让南茶北调，就是让大家的日子啊过得舒服点儿。你玉山开道，玉水搭桥，非把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给摘回来不可。对呀，摘回来，摘回来，摘回来。所以呢，我请了京城最大的茶商李万堂李老爷到安徽一叙，据说他官商两面很吃得开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要说这万茶大会呀，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买卖家，京城巨商李百万、李万堂老爷操持的。正好赶上今年太后要过寿了，这小皇上啊想讨娘亲的喜欢，李万堂老爷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子，
把全天下所有的名茶全部一块汇聚到北京城，比上一比，一定要派一个座次。前些年呀，这京城的茶叶呀，贵如黄金。1两不怎么样的毛尖呢，要2吊钱。这1两上好的猴魁跟龙井，1两金子1两茶，还供不应求。如今呢，天下的名茶聚集京城，夺的是个头牌，争的是个市场。顶尖的上供给2位皇太后喝，皇上御笔亲帖，制成大饼，名扬天下。你说这算不算千古盛世啊？但我有一事不明啊，这个茶叶怎么排座次？猴魁有猴魁的好，银毫有银毫的妙。有的人爱喝新茶，有的人爱喝陈茶，千百个人就有千百种的口味。这天下第一怎么选呢？哎，有了，谁的官大，谁说了算。皇上老子说是天下第一，你还能不认呐？哦，那是，心服口服。我有话说。你要疯啊！他憋死我了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这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外姓族弟，叫侯二，平常帮我管管收茶的事儿。哎，抱歉了啊，冒犯了。哎，说什么问题啊？快说。如果要是有不听话的，那不买我们茶商会账的人怎么办？什么叫不买账啊？哎呀，囤积居奇，就是不卖给我们。这茶商会又不是衙门，那人家不卖，那自然有人会去买。哎，你是不是言语骄狂，得罪人了呀？绝对不可能啊！那您尝尝我们的茶叶。真好。那小子就是一个流放犯，他们鼓动村里的人不把茶卖给咱们茶商会。不是他要是不卖也就算了，那他说那些难听的话，在那侮辱您，那我真是听不下去。他怎么会晓得我？你别胡说，没胡说你。哎，诸位都在啊，这件事儿啊，胡老太爷能忍，侯二爷我忍不了啊。从今儿起，如果谁要是收这个村子里一片茶，那就是对胡老太爷、对我侯二爷不敬，啊！哎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古平原，古平原，古平原。古爷是吧？你是二爷，二爷早就每家店都说过了，这三界村的茶，要是进了1两，这店就干不下去了。徽州这一块，你是指望不上啊。茶商工会，好大的势力。唉，可不是嘛，几百年了，南来北往漕运，只剩他们，全国的商会，互通生计，在这一行人家就是老大，才有什么怨气？说不出啊。怎么样，都听到了吧？那我听到管什么用啊？是你得罪了他，又不是我。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想茶呢。想茶，你拿个主意啊！你有主意吗？你要我说呀，低个头认个错就完了，你非拉这个硬干什么呀？你也觉得我赢不了？你拿什么赢啊？哦，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店了，谁敢收我们的茶呀？我想这天底下，总有收礼的地儿。这样，回去以后咱们把蓝雪茶拣些好的出来，我要上京城，和他们拼一拼。你还要去参加万茶大会，你还要把皇帝老儿的金字招牌给背回来，刀架脖子上都耽误不了你吹牛。胡老太爷有苦拜访。晚生古平原，拜见胡老太爷。古先生，坐下叙话。
啊，你就是那个带头不肯卖茶叶给茶商工会的人呐？带头谈不上，豪二爷杀价杀得太狠了，我当时心里不忿，言语间多有冲撞。知道霍老太爷是安徽茶商会的首领，近日特地过来请罪的。这个侯二，的确是我一个外姓的族弟。不过，大家伙儿让我干这个茶商工会的会首，人家还都说我一句公道。如果说侯二在言语上有什么怠慢的地方，还请古先生多多包涵。劳烦你回去跟村里的人说一下，让他们直接把茶叶送到茶商工会便是了。霍老太爷，这是我家新种出来的茶，特地带过来，请您品鉴。这不是银毫吗？这上面的“蓝雪”二字是何意呀？此茶得天地厚爱，种出来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气，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，又有如雪后的青松，凛冽高洁，因此重新取名叫它蓝雪。这茶叶的名字是老祖宗定的，你这么胡乱的起名，岂不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吗？难怪豪儿不收。你把它改成银毫，再拿来给我喝。霍老太爷，此茶的香气确实与普通银毫不同，是一种新的味道。要不您尝尝？什么新的旧的？我做了一辈子茶行的营生，哪能这么没规矩啊？我今天要是放纵了你，以后大家伙儿要都胡乱的起名，我管还是不管呢？改回来吧。恕难聪明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自己会走，走快点，松开。可算是回来了。来吧，坐。大伙儿都在这儿呢，说说吧。我还没听明白，怎么了？人家茶商会正式说不要咱们村的茶叶了。是那个侯二说的吗？不光是侯二，光一个侯二也就罢了，要是人家茶商会说不要咱们的茶叶，那可就把咱们全村给坑了。是啊。来来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金条，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。